你好，本节课我们讲哈希函数。通过前面的学习，我们知道了怎样解决交易数字化的问题，也就是用公钥密码中的公钥作为账户，用私钥对消息生成数字签名。数字货币运行在一个 P2P 的网络之上，在这个网络中，任何用户都可以创建和传播交易。当交易的有效性得到大部分用户的认可之后，应当把它记录下来，以免遗忘。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中，没有中心节点，所以具体来说，我们需要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。记账显然会消耗计算和存储资源，那么谁会愿意自愿记账呢？如果人人都可以记账，那么如何保证账本的内容不会被记账人随意篡改呢？接下来我们先解决账本可信问题，之后再来解决谁来记账的问题。我们所说的账本可信问题，其实就是账本的完整性保护问题。那什么是完整性保护问题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确保保护对象没有被篡改。比如，你今天晚上写了一个文案之后存档，当你第二天再次打开电脑时，该怎么检验你昨天晚上离开之后，文案没有被别人修改过呢？再比如，当你从某个第三方网站上下载一个软件时，你该怎样检验这个软件和官方发布的那个软件一模一样，没有被第三方网站篡改植入恶意代码呢？这都是完整性保护问题。如果不使用密码学技术，那么你大概只能按下面的方法来检验完整性有没有遭到破坏。当你写完文案，在电脑上存档的同时，复制一份副本保存在你的 U 盘上，把 U 盘随身携带，确保不被任何人接触。第二天再次打开电脑后，将电脑上的文案和 U 盘上的副本逐字对比，若全部一致，说明文案没有被篡改，否则说明文案完整性遭到了破坏。当你从第三方网站下载一个软件后，再从官方网站上下载这个软件的初始版本，将两个软件逐位对比，如果全部一致，说明第三方网站下载的软件没有被篡改，否则说明软件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。你肯定已经发现这么做的问题了。逐字对比、逐位对比，当文案或软件体积很大时，计算量未免太大了。既然 U 盘上有备份，既然已经从官方网站上下载了这个软件，我干嘛还要再使用电脑上的文案？干嘛还要使用第三方网站上的软件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如果使用密码学技术，完整性保护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这个密码学技术就是哈希函数。哈希函数是一种以任意长度消息为输入，以固定长度为输出的一种函数。不仅如此，密码学哈希函数还要具备以下特性：算法公开、运算高效、单向性和抗碰撞性。我们重点解释一下单向性和抗碰撞性。在单向性方面，由于输入消息可以是任意长度的，所以理论上可能的输入有无穷多种情况。由于输出是固定长度的，所以输入只有有限种情况。所以同一个哈希值必然对应着多个相同的消息，所以在理论上，哈希函数一定是不可逆的函数。不仅如此，密码学函数还要求由已知哈希值推算出对应的原消息，在计算上是不可能的。在抗碰撞性方面，尽管同一个哈希值必然对应着多个不同的消息，但密码学哈希函数还要求极难找到两个消息具有相同的哈希值，即抗碰撞性。具体来说，抗碰撞性还分为抗弱碰撞性和抗强碰撞性。抗弱碰撞性是指给定一个消息，找到一个和它具有相同的哈希值的不同消息，在计算上是不可能的。抗强碰撞性是指找出任意两个不同的消息具有相同哈希值，在计算上是不可能的。由于哈希函数具备以上特性，当我们再遇到消息完整性保护问题时，就可以这样做了。比如，当你写完文案，在电脑上存档的同时，用哈希函数计算文案的哈希值，将哈希值
保存在 U 盘上随身携带，确保不被任何人接触。第二天再次打开电脑后，再次计算电脑上文案的哈希值，并与 U 盘上的哈希值逐位对比。如果全部一致，说明文案没有被篡改，否则说明文案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。软件的官方网站在发布下载链接的同时，公布这个软件的哈希值。当你从第三方网站下载一个软件后，计算这个软件的哈希值，并与官方网站公布的那个哈希值逐位对比。如果全部一致，说明第三方网站下载的软件没有被篡改，否则说明软件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了。第一，无论文案或软件的体积多么大，它们的哈希值长度是固定的，相对要小得多，所以对比起来效率很高。第二，无需在 U 盘上备份完整的文案，也无需从官方网站额外下载一份软件，只需保留原始文案或软件的哈希值即可。我们上哪儿去找公开、高效又有单向性、抗碰撞性的密码学哈希函数呢？下面我们来介绍几种常见的密码学哈希函数。第一种是 MD5， 全称是消息摘要算法，是由 RSA 的发明者之一 Rivest 于1991年设计的一种密码学哈希函数。MD5 历经 MD2 和 MD4 两个版本，它对任意长度的消息都可以生成16个字节、128位的哈希值。利用 MD5 算法来进行文件校验的方案被大量应用于软件下载网站、论坛数据库和系统文件安全等方面。但是在2004年，我国著名密码学家王晓云实现了 MD5 的弱碰撞，也就是针对任何一个消息，可以快速构造一个和它的 MD5 值相同的另一个消息。因此 MD5 作为密码学哈希函数已经不再安全了。第二种是 SHA， 全称是安全哈希算法，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一种密码学哈希函数族，而且成为美国信息处理标准。具体来说，它包括 SHA-0 到 SHA-3 四代，其中 SHA-0 发布于1993年，它的哈希值是20个字节160位。由于存在显著缺陷，所以迅速被 SHA-1 所取代。SHA-1 发布于1995年，哈希值也是20个字节160位。由于 SHA-1 也很快被发现存在缺陷，所以该标准建议在2010年之后就不再使用 SHA-1。SHA-2 发布于2001年，由 SHA-256 和 SHA-512 两个哈希函数以及它们的删节版，也就是 SHA-224 和 SHA-384， 它们的哈希值长度正如它们的名字，分别是256、512、224和384位。SHA-3 发布于2012年，哈希值长度和 SHA-2 是兼容的，但内部结构和之前的 SHA 家族完全不同。哈希函数不仅在我们刚才描述的场景中有用，而且还经常应用于以下场景。第一，消息认证，主要是用于保护消息没有被篡改或重放，和确认消息发送方所声称的身份。比如我们之前在讲解 RSA 和 DSA 时就提到，对消息的哈希值进行加密或运算来得到数字签名。第二，单向口令文件，为了防止口令泄露，服务器端只存储口令的哈希值，而不是口令的明文。第三，入侵检测和病毒检测，在入侵检测系统和防病毒系统中存储已知攻击或病毒的哈希值。哈希函数之所以有这么多用途，主要是依赖于其单向性和抗碰撞性，因此攻击者主要针对这两个特性来实施攻击。在针对单向性方面，由于人们设置口令时为了方便记忆，并不会完全随机的设置口令，而是优先选择6个1、1234566或者生日这些常见口令。
因此攻击者可以利用常见口令字典不断尝试，直到哈希值和口令哈希值一致。所以字典攻击本质上还是一种暴力破解。因此有人就利用线下的时间来计算大量消息的哈希值，并记录在一个表中，这个表就称为彩虹表。当监听或窃取到某个哈希值时，就可以从该表中快速地反查出该哈希值所对应的原消息。在针对抗碰撞性方面，第一种是利用哈希算法的缺陷来碰撞，例如王晓云对 MD5 的破解就是发现利用 MD5 的缺陷进行的一种弱碰撞。第二种是生日攻击，这种方法利用哈希值只有有限多种可能来进行碰撞，是对哈希函数的一种通用攻击。如同23个人中有2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超过 0.5 一样，如果哈希值长度是 n， 那么2的2分之n次幂个不同的消息中有2个消息的哈希值相同的概率也超过 0.5， 这正是这种攻击命名为生日攻击的原因。本堂课我们学习了密码学哈希函数的特性、常见的应用场景和可能面临的威胁。无论哈希函数应用于哪一种场景，它本质上都是将原消息的比对问题压缩到了哈希值的比对问题，从而降低难度，同时依赖于单向性和抗碰撞性来确保安全。在区块链中，我们该怎样运用哈希函数来保护账本的完整性呢？下次课继续为您讲解。本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